嘿，大家好，我是悟空。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来部署一个集办公、NAS、虚拟机和 Docker 应用一体的这样一个 All-in-One 的方案。每次我们提到这个 All-in-One 的方案呢，其实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就是问问自己，你的刚需是什么，你的倾向又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就是以办公为底线为基础的一个 All-in-One，就是我的这个核显要100%的服务于我的 4K 显示器，那我也不想要这个虚拟机里面安装了系统，然后再直通。我要的是这个物理机原汁原味的一个 4K 输出，并且我还是希望这个常用的一些办公软件呢，包括 QQ 呀、微信呐，还有这个远程工具啊，甚至是打印机都可以直接正常工作。那此时此刻，如果我们选择的是传统的，比如说 PVE、ESSi 或者是 OnRaid 这一类不带桌面的这个虚拟机的话，那显然就不太符合今天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带桌面的操作系统，2选1。Windows 还是 Linux， 最终我还是选择 Linux。那下面说一下为什么选 Linux。那 Linux 相对于 Windows 而言呢，它有着更低的内存占用，基本上一个系统1GB 到2GB 之间，剩下的大量内存我们都可以分配给 Docker 应用或者是虚拟机，所以在内存方面它有天然的优势。那第二点更关键就是关于 KVM 虚拟化。比如说在 Linux 下，它的这个 KVM 虚拟化的这个能力或者效率会更高。并且，其实我们平时在虚拟机里面安装的一些 NAS 系统，它底层也是 Linux。这样的话，大家都是 Linux， 其实它的兼容性也会做到更好。综上这2个因素吧，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Linux。那么说到 Linux， 其实有很多的发行版，可能有上百种。那为什么选择深度呢？其实说实话，能够符合咱们国人使用习惯的 Linux 并不是特别多，可能也就10几种。然后我们在这10几种再挑一挑，那有一些是给这个企业定制的，或者是政府部门定制的这一类系统，还有一些是也挺好看的，也挺好用的，但是它可能支持的时间不长，可能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就是用爱发电，今天在，明天可能就不在了，就是属于这种昙花一现的作品。还有一类呢是它就是高度自由定制的，比如说 Arch Linux 代表的这个系统有这个 Manjaro。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对新手而言呢，第一次使用可能还要装很多的包括无线网卡驱动啊、输入法这些都没有，还需要自己手动去安装。对于新手来讲，其实是不小的一个挑战。所以综合比较而言，我还是选择了这个深度。当然，这次深度这个版本呢是属于这个 beta 版，而不是这个 stable 的稳定版。但是它底层这个系统是 Debian 12，而 Debian 12呢是长期被支持的，并且这次这个内核呢也是基于这个 6.1。那 6.1 这个内核呢，对于12代 CPU 也是有一定的优化作用的，而且我也测试了一下包括 Jellyfin 的2种硬件加速，它全都支持，包括核显驱动4K 分辨率这个无线和有线网卡的一些常见的驱动，它都是包含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一个电脑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部署。考虑到今天这个视频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代码，所以说我还是写了一个一键脚本。那么你不需要太担心，就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执行就 OK 了。OK， 那我们开始吧。我这边呢有4台电脑，这4台电脑呢都可以装这个深度系统。这3台呢都是同样的处理器，都是 N100 的处理器，一个是畅网 P5 最上面呢是极摩克，然后下边是天贝 R1 最右侧呢是英特尔的 NUC9。当然这个 NUC9 呢不是12代的，它的 CPU 呢是 i5-9300H 也就是说这个深度这个系统其实对硬件没有太多的要求，这些电脑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是沿用上次的这个吧，就是用天贝 R1 来做演示。当然那个畅网 P5 也可以哈。大家可以看到畅网 P5 那个机器呢，我有装了一个无线天线，就是非常廉价的无线天线。用这个无线天线的话，它也是可以驱动的基本上最便宜的这个无线网卡。这个深度系统都可以完美兼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一个 U 盘，然后把系统写在 U 盘里面。好，那首先呢是先制作一个 Winchoid 的 U 盘，然后我们把这个镜像下载下来，然后复制一下。复制完了之后呢，我们粘贴到 U 盘里面。那实际上这种 U 盘呢，它是支持多个镜像的，你甚至可以里面放很多的这个 ISO 镜像，方便你维护来使用。像我这个。通电开机之后呢，我们选择从 U 盘启动，然后这边呢，我这个 U 盘有很多个系统我们今天主要是安装的是深度的这个23 Beta 2的这个版本。好，点击回车，然后继续回车。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几个选项大家一定要选择第一项，就是 6.1 的内核，
因为 5.15 的内核呢，这个机器是不兼容的。现在我是插的天贝这个机器，其实畅网 P5 也是，如果选 5.15 的话，它那个核显的驱动是不正常的。好，接下来的这些操作呢都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好，一般到这个界面出现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 logo， 就说明它的分辨率是正常的。好，那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安装的界面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是非常的友好的，跟安装 Windows 差不多，而且我觉得更简单。然后这边默认就是简体中文。然后这边呢，我们选择第一项全盘安装。这边呢，我其实是安装了3块硬盘，一块是 NVMe 的固态硬盘，另外2个800G 的是固态硬盘，是2.5英寸的。如果你是桌面办公来使用的话，还是使用固态硬盘吧，因为机械硬盘的话放在桌上还是有点吵的。最后一个盘符千万不要选错，最后一个是我的 U 盘。好，我们选择第一项，点击下一步。那这边呢，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它会提示你是否要创建一个备份。这边呢，我们最好是创建一个备份吧，这样的话，可能在恢复系统的时候就可以很方便。好，现在就开始安装了。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说的全新12代 CPU，以及更多硬件的支持，所以说这个 6.1 的内核呢，本身就有一定的加成的作用。好，那这个过程呢，我可能就会快进一下了。A few moments later. 好，那整个安装过程加上备份的过程，总共也就是5分钟左右，可以说是相当的快的。然后目前为止已经装好了，装好之后呢，我们点击立即重启，然后拔掉 U 盘。那接下来就是一些非常基础的设置了，然后点击下一步。好，现在就已经装好了。那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登录进去了。是不是非常的快？整个体验呢都非常的好，你都不需要操心，就是基本上下一步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标也是非常的漂亮。那如果说这个分辨率你觉得比较小的话，你可以调整一下分辨率。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有线的网络已经连接了，并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无线它也是可以正常识别的，就整个都不需要你操心。为什么要说这个体验呢？因为其实这个网卡的型号呢是英特尔 i226，这个网卡实际上在这个 Windows 上并不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哪怕是这个 Windows 不识别的情况下，其实在这个深度上都是可以识别的。无线网卡就更别提了，一般的无线网卡它都是可以识别的，所以在驱动方面它是非常齐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桌面是非常的干净的，然后实际上我们点击这个启动器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应用。如果说你觉得哪一个应用是比较常用的，你还可以右键直接发送到桌面。这个使用逻辑我想基本上上手就可以操作了。第3个图标呢是多窗口任务，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有多个窗口的。好，这边呢我打开了几个窗口，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切换，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些任务都非常自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窗口直接拖到第4个这个窗口，它就过来了，非常的方便。就是它这个 UI 华丽的程度呢，真的是比这个 Windows 要华丽多了，而且它的占用内存还是比较低的。然后这个按钮就不用说了，它是一个文件管理器。那么这个文件管理器大家可以看到，点击计算机之后呢，它上面有2个盘，一个是系统盘，一个数据盘。实际上这种概念都是从 Windows 上传承过来的。一般这个 Linux 是不分什么 C 盘 D 盘的，但是可能深度是为了让你好理解吧。然后这里面可能没有显示我另外2张硬盘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可以点击这个磁盘管理器。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还有一个 SDA 和 SDB， 这2块呢就是空盘我还没有这个格式化，等一下可能安装 Docker 或者是安装这个虚拟机的时候我再启用。现在目前是空盘的状态。这个是应用商店，我们点开应用商店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大家非常常用的一些软件，包括 Windows 上常用的软件，它上面其实也是有的。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点这个装机必备，这里面的一些应用绝大都是跟办公是有关系的，包括 WPS、微信、QQ， 还有这个 Visual Studio， 这些都是大家经常用的一些软件。如果你需要哪个，你就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就这样安装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软件我是强烈推荐的这是一个远程桌面的软件，它是一个开源免费的软件，就是我们如果说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远程的方式访问这个 Linux 的桌面。我们点击这个个性化，还可以进行主题的一些设定，而且我觉得它自带的这些主题都已经非常好看了。然后其实 Linux 比较强大的就是它的命令行我随便点一个地儿就可以直接打开终端。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也确实就是
6.1的内核，它的一些基础的信息。当然我们也可以看看目前的一些 CPU 的状况和温度。好，大家可以看到目前这个 N100 它的 CPU 温度是比较低的，可能是开机时间不长嘛，现在目前40度左右吧。其实你不装这个机械硬盘，对它的这个散热是没有太多挑战的。每次说到这个终端呢，我都有一个吐槽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有桌面、视频、音乐、图片，这些都是系统文件夹，就是你装完系统之后就有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打开命令行，输入 ls，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些中文呢都转化成了英文这个状态。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原生的这个 Debian 系统或者是无邦图的话，它是不会给你做这种优化的我觉得中文的用户还是有这种痛点的。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这张图，这个就是普遍的绝大多数这个 Linux 电脑它都是这个样子的，每次这个系统文件夹都是中文的，所以我们在输入命令行的时候还要自己手动的去敲这个中文，非常麻烦。比如说 CD 图片这就显得不伦不类。我试了7、8个系统，基本上都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深度呢没有这个问题，这一点我必须要点个赞。好了，那关于它的一些基础的东西我就先演示到这边，下面进入正题。好，我们在这边呢首先列一个笔记吧，或者是提纲。那今天其实主要是做这么几个工作。刚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系统装好了，实际上我们就做这4个步骤吧。第一呢是安装这个深度系统，然后并且安装一些必备的软件。第二是这个启用 SSH 服务，第三呢是安装这个虚拟机，第4步呢是安装这个 Docker， 就是这个 CasaOS 的这些服务。安装这个系统这个部分呢我已经演示过了，然后就是安装一些必备的软件，刚才已经演示过了，大家可以在应用商店自己下载自己安装。当然了，我这边呢后面可能也会集成到脚本当中。然后下面要进行的就是启用 SSH 服务，然后其实就是一句命令就可以了，可以在这边复制，然后打开命令行直接粘贴执行就可以了。后面就是安装虚拟机和安装 CasaOS。我们先打开这个官网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VirtualBox 支持很多的平台正常情况下我们可能应该选择 Debian 12，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它的话，那有可能有一些不兼容的一些问题吧，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下载这个，有一个所有发行版。这个所有发行版呢它非常隐晦，实际上它是一个 RUN 结尾的一个自解压程序，然后我们安装它的话，它就会自动判断这个你的这个系统的架构还有一些系统的信息，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我在这边呢就是把这个地址已经贴出来了，大家直接在这个命令行里面执行这一句代码就下载并且执行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就是安装群晖或者是这个 SOS 之类的一些系统的话，这边还可以有一个一键转换的一个命令行。那么为了给大家简化这个工作量，我在这边呢也是集成到的这个一键脚本里面，就等于说你把那个文件拖进去就行了。等一下我会演示一下。安装虚拟机之后呢，我们可能需要安装一些扩展包。这个扩展包的作用主要是识别这个 USB 设备因为默认情况下它的虚拟机呢你是不识别 USB 设备的。下面就是我之前去年的时候介绍过的一个系统叫 CasaOS。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主页，然后最终安装好之后是这个样子。这个是一个管理 Docker 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外部页面正常情况下它是没有适配深度系统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项目的主页，它也是一键安装的，安装之后就是这个效果，你可以很方便的去下载第三方的 Docker 的镜像，而且你还可以自定义它的应用商店的第三方语言。正常的一个执行方法呢就是执行这一句就可以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适配的系统呢有无邦图，还有树莓派、Debian 12但其实并没有深度的这个系统。但是比较巧的是，这个深度系统就是基于 Debian 12来开发的，所以理论上如果支持 Debian 12的话就应该支持深度。当然了，在安装的过程中我也会遇到很多坑，那这些坑呢我都帮你踩过了。如果你按部就班的去安装的话是没法安装的深度系统的。那怎么来避免这个问题呢？我在这边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其实它就是缺少几个依赖包，我会帮你打上这个补丁。那大家可以执行这2个命令来安装这个缺少的依赖包。深度系统它会提示这个他说你的没有那个目录，所以这边呢我就简单的魔改了一下我们的系统的配置文件。我们把这个地方改一下，这个是修改之前的ID 是深度，我们改成这个 Debian， 然后这个是它的代号，那改成这个 Bossworm 就可以了。这就是变成了一个标准的 Debian 12的系统。当你修改之后呢，我们还可以把它还原回来，等于说只是为了方便让它跑这个脚本，只要它这个安装的脚本能够顺利通过就 OK 了。
那如果说你按照这个流程自己去复制粘贴的话，也可以完成今天的工作。但是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嘛，我把今天所做的这些步骤，每一个功能点、每一个代码都已经集成到脚本当中了。所以说我们等一下直接执行这个脚本，这些功能就都可以自己去完成了，非常的简单。好，那具体来说呢，就是这个脚本，然后它的执行方法，点击这个 Wiki，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复制这一句就可以了。我们把这句复制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命令行粘贴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简单设置一下这个终端，点击这个设置。好，这边有一个快捷键，那默认情况下它这个粘贴呢是 Ctrl+Shift 加 V， 我觉得还是有点复杂，我们给改一下，我们改成 Ctrl 加 V， 我们输入 Ctrl 加 V， 然后回车，然后提示输入密码，然后输你的密码。那如果说你执行之后它没有出现这个菜单，那你就多执行几次，这个大力出奇迹。那这个其实并不需要梯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址是 CDN 转发过的所以说它是有一定概率的，有的时候会比较慢，但是一般你多试几次总归是会成功的，大力出奇迹。好，回车，然后呢第一个选项就是启用 SSH 服务这个非常简单，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先执行1，然后回车，它就会帮你安装一系列的软件，然后这边还是回车。OK， 那现在就已经安装好了。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可以找另外一台电脑做一个测试。现在我已经换到另外一台电脑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输入刚才的 IP 地址，深度系统的用户名，点击确定，看到这边已经出现了安全警告，就说明这个已经是可以连接的状态。点击保存并接受 OK，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我已经连接到了这个天贝 R1 的这个深度的系统上了。我们看一下 OK， 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第二项。第二项呢是安装常用的一些办公软件。那实际上第二项呢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这些软件呢其实你也可以手动去在应用商店自己去安装也可以。如果你比较懒的话，那么你可以执行第二项，回车。好，那现在已经全都装好了。那装好之后呢，那有的是出现在桌面上了，有的如果说没有出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全部应用，在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查看。下面进行第三项，第三项呢就是安装虚拟机，我们输入3，然后回车。那这个时候它会下载这个安装包，它是一个 RUN 结尾的这么一个自解压包。OK， 现在就已经安装好了。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志上面已经显示了，就是已经安装成功了。那么安装成功之后，你从哪里去看呢？就是在这个全部应用里面。那这边如果看不到的话，可以自己搜一下。好，输入 O 就可以找到了。我们点击打开。这个界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因为这个界面跟这个 Windows 版的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右侧呢没有 USB 设备，那提示你是没法识别 USB 的。就这个时候连鼠标键盘啊什么的，它可能这个虚拟机都没法识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第4步这个虚拟机的扩展包，这边输入4，然后回车。好，那我们刚才执行完第4项之后呢，我们验证一下，然后我们随便建一个虚拟机就是测试一下，点击设置。然后左边呢有一个 USB 设备然后点击这个加号。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256G 的 U 盘就已经识别了。那如果你没有装这个扩展包的话，你点击这个加号，那这边是没有任何设备的。那第5项呢是卸载虚拟机当然现在我们不能卸载然后第6项呢是这个虚拟机的一键格式转换。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这个比如说你安装一个 S-OS 或者是群晖系统的引导，那么通常它情况下它是一个 IMG 结尾的，或者是一个压缩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一键转换，给它转换成这个 VirtualBox 需要的这个格式，它是 VDI 的。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就是群晖的那个引导，它的这个结尾呢是 img.zip， 它是一个压缩包即便是解压之后呢，它也是 img 的，不是 VDI 的。那非常简单，我们输入6，然后回车。那我们把它拖拽过来 OK， 然后光标再移动到末尾，然后点击回车。好，那现在呢它就会把这个镜像给解压，解压之后呢它就会去自动帮你转换
好，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提示了转换成功啊，就是这么方便。那么这个 VDI 的这个格式呢，我们就可以用于这个虚拟机。那这个具体怎么使用，我们后面再演示。好，那第7项呢，就是准备这个 CasaOS 的使用环境。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 CasaOS 并没有适配这个深度系统啊。当然了，如果你执行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执行第8项，因为第8项我已经包含了第7项了。那之所以这么写，让你知道其实这是分为2个过程的。好，那我们输入7。好，那这个时候它就会下载它所需要的依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安装了。在这边呢，我们输入8，然后回车。这个 CasaOS 呢，它就自动把它识别成 Debian 系统了。那实际上我们不是一个原生的 Debian 系统。OK， 那这边呢已经提示了这个 CasaOS 已经安装了，并且呢这个之前我们修改那个配置文件已经还原回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访问这个地址做一个测试。OK， 没有问题，现在已经配置好这个 CasaOS 了。没错，现在就是在深度系统下直接使用的这个 CasaOS。然后这边输入一个用户名，那现在就已经进入到这 CasaOS 的界面了。当然这边其实还有一些设定啊，就是我们可以修改它的样式，然后这边有一个壁纸。我们可以改成这个蓝色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蓝色的。好，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它的硬盘的使用状况啊。当然了，目前这2块硬盘我说了，刚才就是为这个 Docker 做准备的嘛，就是目前还没有使用，目前是空的啊。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存储空间管理器，然后点击硬盘。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硬盘呢都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管理。然后这个呢就是应用商店了，在这里面可以下载各种各样的这个 Docker 的镜像，是非常非常方便的。那如果说这边不够的话，还可以添加第三方的这个软件源。好，那当我们安装好 CasaOS 之后呢，第9步呢是还原这个配置文件。那实际上第8步其实我已经包含了第7步和第9步因为我就是怕你执行第8步忘了执行第9步之所以这样写出来分7、8、93个步骤，就是让你跟我前面的这个笔记做一个参考，因为我笔记是分开来做的。那第11项呢是把这个 Docker 镜像配为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镜像，加快这个速度。在这边呢输入11，回车。那下面呢，我会展示一下这个虚拟机的一个基本的用法，以及这个 CasaOS 的基本用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虚拟机。那虚拟机的这个新建非常简单，点击控制，点击新建。那这边呢，我们输入这个虚拟机的名称，那比如说 DSM。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文件夹的位置。目前它默认定位的肯定是系统盘，这个系统盘跟数据盘肯定是 NVMe 的固态硬盘。那接下来呢，我想把这个虚拟机放在这个 800G 的硬盘上。另外一个 800G 呢，我准备放 Docker。好，我们点开这个硬盘。我在这边呢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叫 VMS， 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虚拟机放到这里面。右键打开终端看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是它挂载的路径。所以说在这边呢，我们选择这个路径就行了。点击其他。这边呢并不是 Home 下的悟空，我们点击这个根目录，根目录下面有一个叫 MIDI，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悟空的。实际上就是这2个其中一个，我们点开看一下。那这里面没有 VMS， 应该是另一个。好，没错，就是这个。然后点击选择，然后这个虚拟光盘不用选，因为我们引导的黑群晖不是用 ISO 镜像。然后这边呢选择 Linux， 下面选择最后一项，64位的，主要是在硬件这个地方，我们要选择4096吧。好，那其他的先选择这个不添加吧，点击完成。这边呢我们选择这个虚拟机之后呢，我们点击设置。那基本上常规这里面不用动，然后系统下面，然后这个启动顺序把这个软区、光区都去掉，因为并不需要它们。然后处理器这一块还有一个硬件加速，我一般都是选 KVM。如果你装的是这个 Windows 10，那可以选 Hyper-V。当然这个处理器这个嵌套虚拟化这个需不需要还是看个人的，因为你如果是在群晖里面再创建虚拟机的话，那么你最好是把这个嵌套虚拟化给勾选一下，并不是必须的。好，那下面这个存储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引导都在这个里面。我们点击这个 SATA 控制器，
然后点击这个右侧有一个添加虚拟硬盘，然后这边呢我们点击注册啊，默认呢它是没有这个的。然后我们要找到这个虚拟硬盘，这个虚拟硬盘就是我桌面这个，点击这个悟空，然后桌面啊就在这儿了，点击打开啊，实际上就是它。然后我们点击选择，那这样的话我们每次启动的时候都是启动的这个引导。当然了，安装群晖肯定是需要硬盘的，所以说我们还要创建一个虚拟的硬盘，点击创建那还是 VDI 吧，点击下一步。大家要选的预先分配全部空间因为你如果是虚拟空间的话，那这个群晖是识别不到的。比如说 50G， 我们就做测试哈。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路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那个路径下面。好，点击完成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有2个硬盘，一个是群晖的引导，一个是空的 50G 的硬盘。然后声音这个地方一般不用动。然后我们再看网卡，我们选择桥接。那桥接的这个意思就是它可以分配 IP 地址给这个虚拟机。其他方面这个地方一般默认其实可以不动，当然你也可以选这个Vert.io 也可以。然后其他的基本上不用动。然后我们点击确定。好的，配置好之后呢，我们点击启动。好，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画面了。好，我们在浏览器里面输入这个地址，然后就可以安装黑群晖了。好，那后面其实这个界面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哈，我就简单走一遍流程吧。选择版本，确认，然后编译。然后我们点击启动，然后接下来我们访问这个地址，然后后面就是非常按部就班的做就行了。点击安装，然后它会提示你这个硬盘都会清除掉。那这个硬盘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50G 的硬盘。我们点击继续。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安装的流程。那这些过程呢，其实大家已经看了很多遍了，所以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好，我们这边搭建好之后呢，我们找另外一台电脑做一个测试打开这个内网测速的工具，这边呢我们点击测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2.5G 的网口基本上是可以跑满的。那虽然说它是在虚拟机里面呢，但是它效率呢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一直在说，其实这个 Linux 下的这个 VirtualBox 它的表现要远远好于这个 Windows 下的。我觉得这个数据呢跟这个物理机是差不太多的。当然了，如果说你觉得这样的速度还不满意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物理机去使用 SMB。因为本身 Linux 实现一个文件共享是非常简单的。那受限于篇幅呢，我们这块就不讲了，因为这个群晖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非常的简单。后面呢我们继续讲一下 CasaOS。 好，那目前呢正在播放这个 AV01 编码的这个视频。那目前的 CPU 占用的是100%。那因为我还没有开启硬件加速，那给大家看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也是不对的。并且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卡顿的现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一个对比，然后开启硬件加速。那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用的这个 Jellyfin 呢并不是那个第三方的哈，就是官网的就是这边的对，没错，就是这个官网下载的。那我在这边安装好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图标，我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设置里面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改动这个就是官方的这个版本，我没有动过。然后这个端口呢可能是8097，然后这里面就是 MIDI 呢是它的电影目录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修改，你可以选定一个你需要的这个目录。而且我觉得比较贴心的是它这边还有一个新建文件夹的按钮非常好用。然后包括之前很多小伙伴说的那个权限问题，好像在这里面没有出现过，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动过，就是默认的就可以了也有可能就是本身我就是 Debian 12，然后 6.1 的内核，本身这个环境和条件是比较好的，基本上不用动，也不需要下载什么特殊的镜像。那这边呢我放了2部电影，一部呢是 AV01 这个编码的视频，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个 N100 去解码。另外一个呢就是 HEVC 的，就是比较常见的高码率的 HEVC 的影片。我们点击这个控制台，然后在这边呢有一个播放，然后这边有一个硬件加速，那默认情况下就是没有开启加速，就刚才我播放那个效果。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这个
英特尔 QSV， 或者选择这个 VAP， 这个也行，这两个都行啊。但一般情况下，像这个12代处理器，我建议还是选择这个 QSV。然后这边呢，我们要勾选 HEVC 和 AV1，其他的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启用 VPP 色调映射啊，这样的话它的颜色就是正常的了，其他的不用动。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保存按钮就 OK 了。先测试一下 HEVC。OK， 没有问题啊，几秒就出来了。当然，这是一个超高码率的啊，所以说我给它强制转码了。大家看到，目前是正在转码的一个状态。好，此时呢，这个 CPU 没有太多的这个改变，就是整体还是用核显来做的，非常的流畅。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AV01 的我说 AV01 就是主要是好发音啊，没有别的意思。我们点击播放，那这个解码的速度稍微比刚才要慢一些，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这个色调映射它是对的。我先把声音关掉吧。它这个颜色明显就是比刚才鲜艳多了，所以它那个色调映射是完全正确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播放信息，那目前是转码的一个状态。那这个转码实际上是我强制让它转码的，我就是要模拟一下那种效果。那其实我这个电脑本身是支持 AV01 编码的视频的，所以说我必须要给它强制转码，这样才能凸显出它的一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没啥问题的，略微有一点点丢帧，但是不影响播放。那我的这个观众呢，很多都是盒子精，对吧？大家都有 Apple TV 啊 Shield TV 这些，所以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个转码功能，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因为测试嘛，这个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测试工具。好，那基本上Jellyfin 呢，你不太用操心。那关于这个 CasaOS 里面有大量的应用，你都可以自己随便去添加，而且这里面表面上好像只有几百个应用，实际上这里面非常非常多。这里面我们还可以添加第三方源，而且它的官网就有那个官方源的地址，我们还可以按照这个去分类。总之就是你要想有的一些 Docker 应用，这上面都有。如果说这上面没有的，你还可以通过自定义安装的方式去安装，相当的自由。这是我用过的可能是最好用的一个这个 Docker 的面板。好了，那今天这个视频说实话有点长了录了好几天的时间吧，连续测试包括一些脚本的开发，还有就是选题录制，反反复复测试。总之出了这样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有点太长了，我估计得小30分钟吧。非常感谢大家看我的视频，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任何的启发的作用，我都是非常开心的。还有就是数据是无价的，所以说大家在折腾 NAS 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经常去备份的一个好习惯。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边，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帮忙点个赞或者3个连，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